我的妈妈拎不清。我说许魏洲出轨了，她说是我拴不住男人，有个孩子就好了。等她发现许魏洲私生子都生了，她转头偷偷地跑去照顾小三月子。不仅如此，她甚至把私生子抱进我家，谎称是我亲弟弟要我养，以为他会悔改，没想到转头想把我的房子过户给小三。我不同意，甚至在小区摆设起我的灵堂，直到我和他断绝母女关系，他也只是喃喃地说道：“我以为这样他的日子就会好过一点，毕竟是他自己不能生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”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许魏洲出轨了，私生子都要满月了，而我的妈妈甚至还去照顾了小三坐月子。婷婷，快来看你的弟弟，可爱吧？刚到玄关，妈妈抱着一个快满月的婴儿就朝我走过来，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抱着，我的心冷了几分。见我没说话，他又赶紧补了几句：“真的是你的弟弟，亲的，我上个月才生的。怪不得他上个月开始就不要我回家看他，原来是等着这个时候。反正你也生不出来，他命里带兄妹，你拿过去养，说不定就能怀上了。”看着和许魏洲有着相似面孔的婴儿，我好气又好笑。既然是你老来得子，你就好好养着吧，将来好给你养老送终。我这房子你也别住了，他会给你买更大的房子。婷婷，妈妈也是为了你好。没等他说完，我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了。为我好，为我好，你帮许魏洲打掩护，让他在外面养小三。为我好，你去照顾小三的月子。为我好，你让我养小三的儿子。妈，你是我亲妈，你怎么能帮着外人这么欺负你的女儿啊？本意是想好好跟他说，可是从进门开始，他就没正眼看过我，自然错过了我眼中的愤怒。怎么是帮外人呢？是你怀不上，小周只是想要一个孩子而已。呵，他心中的帮我真的不同凡响。你想啊，你现在无痛生娃多好啊，不用痛，也不用担心身材走样。见我没说话，以为我有所松动，他直接把婴儿放在我腿上。你看，多像小周啊，多可爱呀！你多抱抱他，有了感情你就舍不得了。如果不是我心中还有一丝人性，他早就在地上了。拿走，别让我说第二遍。或许是我的态度过于强烈，他眼疾手快地把孩子抱走了。别凶，吓到孩子了。看着他极力哄孩子的样子，我忍不住掉了眼泪。许魏洲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，让你这么死心塌地的？胡说，我那是为了你。小周也没做错什么，不过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罢了。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妈妈，我竟不知道该怎么回她了。爸爸出轨你，直接离婚，到了我这儿你却要我养许魏洲的私生子，原来不是痛在自己的身上，连妈妈都不会理解呀。那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吗？况且本来就是你的错，你要是能怀，小周怎么可能去外面找呢？我是真的笑了，也是真的心灰意冷了。不站在我这边的妈妈，拿来有什么用呢？帮着别人背刺我吗？这个孩子你想带就带吧，去小三家也好，去外面租房也好，反正不能在我家。给你3天时间，后面我会把房子租出去。我这个月很忙，不用联系我了。接下来我有很多事情，第一个就是先和许魏洲登记离婚。知道许魏洲出轨，是私生子都已经生了，看可爱吧？可惜你生不出来。正上班，手机收到一条莫名其妙的彩信，以为是发错了，删掉就没再管。对方似乎锲而不舍，又给我发了一条：生不出孩子，连妈都保不住了。上班正郁闷，拿起手机的我正想大放厥词，却发现照片里是我的亲妈，她正抱着一个小婴儿，耐心地哄着。
这辈子我从未得到过的呵护。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出于好奇，我还是忍不住回了对方。我的对手简直是菜鸟，想知道真相就来这个地址吧。跟着地址找过去，看到的是许魏洲抱着孩子，耐心地哄着妈妈在照顾产妇，一会儿递水，一会儿递鸡汤，不知道说了什么。三人时不时的哈哈大笑，画面很美。如果里面不是我的妈妈和老公的话，我估计也会被这个温馨的画面感动。怪不得1个月前我妈就说她要去旅游，让我别经常联系她。许魏洲也是每天加班到很晚才回家，我看着他的黑眼圈，还抱怨他的老板黑心肝，甚至早起1个小时为他熬瘦肉粥，就是怕他太辛苦。看到这个画面，我真的很可笑。看到了吧？你的老公在抱我们的孩子，连你的妈妈都在照顾我坐月子。不要说我是小三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而且你妈还要认我当干女儿呢。对了，那天早上的瘦肉粥很好喝哟，下次加点皮蛋，我喜欢。打了很长一段话又删了，何必自取其辱呢？连自己的亲妈都去照顾她的月子了，我还有什么可争的呢？怕最后只是一个笑话，除了我自己，大家都在笑。看着妈妈忙碌的身影，我竟然有些嫉妒她。什么时候妈妈也可以这样对我呢？她不会为我做饭，不会为我洗衣服，也不会为我排忧解难，就好像她就是这样的母亲。我把她安顿在我买的房子里，每周去看她2次。那时候想，不会没关系，只要她在就行了。现在看来，她不是不会，只是不愿意为我做这些事而已。没关系，他们愿意一起过就一起过吧。我一个人也挺好的，你还是劝劝许魏洲跟我离婚吧，否则你永远都是小三。最后还是跟小三发了短信，只为加快离婚的进度。我也不能确认他一定会跟我离婚，如果他想，早就跟我离了。果不其然，他还在装傻。老婆，回去看岳母了吗？你们有没有说什么呀？看着他期待的小眼神，突然恶趣味涌上心头，能说什么？不就是让我跟你好好过日子？看着他着急又无可奈何的样子，心中略爽，就没说其他的。许魏洲边晾衣服边着急地看着我，本来多逗逗他，但是看到晾衣架上不停摆动的红色蕾丝内裤，瞬间一股恶心感涌上心头。就说他今天怎么这么勤快，竟然主动洗衣服。你把他带家里了？谁呀？看来做了亏心事还是怕的。哪个给你生了儿子的小三啊？怎么有胆子带回来，没胆子承认？气愤的我把那条蕾丝内裤取下来，用力地扔进垃圾桶。太脏了，婷婷，你消消气。再说了，又不能怪我，是你自己怀不上。我们许家总不能断后吧？都是你逼的。如果你争气点，我至于去外面找个女人生吗？看着眼前狡辩的男人，我当初怎么看上了这个人渣？可以呀，你生你的，只是尽快把离婚证领了，不然你那个私生子可上不了户口。男人多的是，不行就换一个。我跑进主卧，把许魏洲的衣物一件件全部扔出去。脏了就不要了。婷婷，为什么要离婚呢？只要你接受了那个孩子，我们就可以一家3口幸福的在一起啊！真搞不懂你，没有生育之苦，白的一个儿子还不开心。你现在肯定是一时不能接受，我最近就不回来了，你自己冷静冷静吧。想通了再联系我。许魏洲捡起自己的随身物品和几件衣服便走了，临走还不忘顺走我的洗发水。天哪，我到底是嫁了个什么鬼？别人都说要生育1次之后才知道你嫁的是人是鬼，我这是还没生育就知道自己嫁的不是人了。只是让我很奇怪，许魏洲为什么不愿意跟我离婚呢？
想不通便不想了，好好睡一觉起来，好好战斗。属于我叶婷婷的她，一分都别想拿走。只是一大早被电话吵醒，真的很烦。叶小姐，你家什么情况啊？敲敲打打一早上了，其他业主都来举报了。接到电话，我立马精神了。没有啊，我都能睡着，怎么可能有敲打声？我仔细一看，是我给我妈住的那房子的物业。等我赶过去时，门口已经围了很多邻居了。对不住啊，各位邻居，我们家刚刚添了小宝贝，今天一直在安装他的新床，打扰了，打扰了，马上就好。妈妈边说边给周围邻居发喜糖和红鸡蛋。邻居见状纷纷说没事，表示理解。可是我不理解。哎呀，妈，我没生孩子啊，怎么回事？我结婚前都在这儿住，邻居们几乎都认识。一听我说的话，都奇怪起来。小叶啊，里面不是你呀，我以为是你生了呢。啊，不会吧，妈妈，是你老当益壮又生了。围观的邻居都停在原地不走，等着看我家的八卦。不可能吧，小叶，我看着你老公也在里面抱孩子呢，好像还有一个坐月子的女人。邻居边说边夸张地捂住嘴，似乎意识到自己说漏了什么。婷婷，瞎说什么？快进来！妈妈怕我再说下去，把我拉进去之后，啪的一声关掉了门。眼前的一幕差点让我晕倒。客厅里一片狼藉，全是些婴儿用品，尿不湿、奶粉散落一地。哎呦，是姐姐来了，随便坐。正想发火，小三就从主卧慢悠悠地出来了。许魏洲抱着孩子跟在后面，这话说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房子是他的呢。你在我家干什么？说完，我死死盯着妈妈。怪不得许魏洲二话不说，收拾好东西就走，原来是来这里了呀。看我干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。你生不出来，我当然要对小周好点了，要不然他一脚蹬了你怎么办？你不能像我这样一辈子都不嫁人吧？他每一句话都像在替我考虑，实际就是强词夺理。小三满脸嘲讽地看着我，或许连他都没想到，我的母亲竟然如此拎不清吧。一辈子嫁人有什么不好？嫁给他这样的人渣就幸福。看着眼前的三人，我气得全身颤抖。叶婷婷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不要把自己的错误强加在别人身上。我的问题是我按着他的头让他出轨，还是我掐着他的脖子让他当小三生孩子？真的很搞笑。两个出轨的人没有出声，本该站在我这边的妈妈却先帮他们鸣不平。或许是我质问得太大声，妈妈愣在了原地。也是，和他相依为命的20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如此大声地和他说话，以往都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一般不反抗，想着他一个人拉扯我太辛苦了，迁就一下也算是我的孝心。妈妈，当初爸爸出轨你可是二话不说就和他离婚，为什么到了我这儿你反而这样呢？我实在想不通，他也是被小三伤害过的，为什么老了却开始维护起小三来？那怎么能一样呢？我能生，你爸纯粹是渣男，小周不一样，那是因为你不能生，你们之间的问题在于你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维护你的婚姻。算了，好心没好报，就当我生了个叉烧。以往他怎么拎不清我都算了，这一次我不会再顺着他了。好，那就当我是个叉烧吧，你就跟着这2个人过吧。现在立刻马上离开我的房子。紧接着，我直接把地上的尿不湿甩在许魏洲身上，把你这些垃圾给我拿走，还有你的垃圾小三，明天早上最好和我一起去民政局，否则我就闹到你单位去。清理了垃圾，自己无力地坐在冰冷的地板上。我没有妈妈了，真的就剩我一个了。本以为都闹到这个地步了，许魏洲肯定会和我离婚，
但是在民政局怎么也等不到他，电话也不接，直到接到房管局的电话：叶女士，你有委托你妈妈把房子过户给你丈夫吗？接到电话的瞬间，我是懵的，好久才清醒过来。我的妈妈想把我的房子过户给许魏洲，她怎么想的呀？怪不得许魏洲没有来民政局和我登记离婚，感情是在想我的房子啊。赶到房管局的时候，妈妈已经在里面闹起来了，房产证、户口本、身份证、结婚证全部在这儿了。你们到底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还不办理过户？我告诉你们，再不办我就去举报你们。大厅的画面很讽刺，我的妈妈在柜台前闹，许魏洲和小三在后面坐着看，似乎前面的女人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真想让他好好看看他极力维护的两人到底是什么豺狼虎豹。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办理，因为户主我没有同意。我踩着高跟鞋，抬头挺胸地走进大厅，宣示着这一次我不能再输了。你们偷拿我的房产证、身份证，我有权报警抓你们。许魏洲见朝他走去，拉着小三就开始跑。这是你妈自己愿意的，和我没关系，要找就去找他。那不行，我已经报警了。等警察的时候，我和工作人员坐在一起，妈妈和许魏洲他们待在一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一家人，我才是那个该死的外来者。警察同志，这就是误会，就不麻烦你们了哈。警察一到，妈妈就赶紧凑上去解释，报假警也是要拘留的。听到警察的警告，妈妈并没有担心我被拘留，反而把手指向了我，要抓就抓他吧，是他报的假警。看着妈妈的手指过来，我真的气笑了。你好，是我报的警，那两位一个是我丈夫，一个是我丈夫的小三，他们偷了我的房产证和身份证，想来过户我的房子。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作证。至于我妈妈在其中是什么角色，就得辛苦警察同志调查一下了。事情其实很简单，办事大厅到处都有监控，调出来一看就全明白了，都是他妈妈，是他妈妈强制要过户给我的，不关我们的事啊。哟，其实是半相信许魏洲的话，因为我妈确实干得出来这种事，最后都指向我妈妈是主谋，我只能不了了之。许魏洲带着他的小三和孩子灰溜溜地跑了，妈妈望着许魏洲离去的背影，欲言又止，最后拿着东西跟我回了家。你维护的女婿怎么抛弃你跑了？妈，你是我亲妈，能不能不要胳膊肘往外拐？他看到你害怕呀，我离他太远了，过来拿我就走不掉了。你别永远都是气汹汹的样子，这样是拴不住男人的。他永远都是这样，别人都是对的，只有自己的女儿是错的。在房管局大厅的时候，看到他落寞的眼神，我以为他看清了许魏洲，现在看来他还是如此的固执。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狠心了，签字吧，签了你就可以和许魏洲他们一起过了。我拿着断绝亲子关系的证明书给他签字。既然不喜欢我，富裕小老太的轻松生活过够了，想跟着他们去当老妈子，当大龄保姆，那就去吧。看着断绝关系的证明书，他并没有激动，只是嘟囔了一句：我以为这样你的日子更好过吗？还不是为了你，总是我以为，明明我说了那么多次这样会伤害到我，他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？我不想说话，只想快点让他签字，不想再和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什么瓜葛。他想了想，拿起笔准备签字时，电话响了。干嘛？宝宝不喝奶，我们都不会，你帮帮我们吧。接到电话的妈妈直接冲出家门，签字的笔都还没有放下。呵，自己亲生女儿要跟他断绝关系了都不重要，那个没有血缘破坏了他女儿家庭的小三更重要。
以为他只是去就回，在家等到凌晨，他都没有出现。看来又是在那边照顾小三和他的孩子了。得空了回来签字吧。换了门锁，简单收拾好行李就出门了。心太累了，出去走走散散心。有的人让你散心也不开心。刚到民宿把行李放好，我又接到了物业的电话。叶女士，你家门被暴力拆了，你回来看看吧。好家伙，我前脚刚走，他们后脚就搞事情。不过我不可能立马回去，我都订好民宿，规划好自己的行程了。为了这件事回去不值当，况且他们也不配。我在外地，你们是物业，业主的房子财产受到了威胁，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。挂完电话，我就把手机关机。这几天彻底当一个失联人员，从我工作以来就没有好好休息过了。从小和妈妈一起住出租屋，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妈妈有一个小家，从此再也不用大包小包的搬家，也不用被房东欺压。只是房子有了，家没了。其实离婚的时候，爸爸打算把房子给妈妈的，可是妈妈直接不要，说什么另外的女人住过的，她嫌脏，好得很。现在倒是想方设法的把许魏洲的女人和孩子弄进我们的房子，她现在反而不嫌脏了。等我收拾好心情回家的时候，小区已经设好我的灵堂了。看着许多亲戚朋友在我遗像面前打麻将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出现。不出现吧，我就这样死了；出现吧，怕把他们吓死。这位女士，请你不要在小区里面摆设这些，而是叶女士好好的。你怎么呢？怎么呢？这样呢？我还未出生，便看到联系我的物业大姐在劝阻我妈。有这样的物业，我还是三生有幸啊！怎么没死？她就是死了，要不然我怎么联系不上她？不知道跟哪个野男人跑了，留我孤苦伶仃。我怎么面对她的老公啊？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生他出来。物业没说两句，他倒好，坐在地上开始嚎起来。他死了，我是他的亲妈，这房子就是我的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业主，你对我客气点。物业大姐很无奈，但又不得不管，拽着他的胳膊使劲拉，想把他扶起来。看着坐在地上岿然不动的他，我再不出现，怕物业大姐要哭了。不用拉她，她想坐在地上就坐吧。我的出声让正在打麻将的亲戚一愣，接着惊恐地抱在了一起。你，哎呦，怎么还有我的灵堂啊？我就是出去玩了2天就被认定死了呀！戴姨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装傻充愣，谁不会？亲戚们也品出一些味道，纷纷指责妈妈无理取闹后离去。看着离去的亲戚，妈妈在后面连拉带拽的：“你们回来呀！灵堂我一个人又拆不掉。”只是并没有人回答他，大家都像躲瘟神一样加速跑了。我好以整暇地待在原地看着他，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我妈呀？真不知道我上辈子做了多少恶才遇到他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来帮我拆！自己做的自己承担后果。此时物业大姐竟然搬了一张椅子让我坐下，就这样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她拆灵堂，直到全部拆完后才离去。门被换了新的，钥匙是物业大姐保管着。叶小姐，你老公和小三现在还被拘留着呢。你妈一直找我们闹，要求我们撤诉，我们没有答应她，然后她就在小区摆起你的灵堂了。原来是因为许魏洲和罗诗琪呀，可真难为她了。为了他们2个，竟然给还活着的亲生女儿设灵堂。你回来了正好，快跟我去撤诉，人家小周还被关着呢，孩子才刚出月子就没了爹。你看你干了些什么混账事？气都还没喘匀就着急让我去救许魏洲，真是他的好丈母娘，我的好母亲。我从小就没爹，还不是长大了。边说边换鞋进屋，
客厅里，我和他的全家福换成了他们的合照。罗诗琪抱着他的儿子，许魏洲抱着他，妈妈在旁边笑呵呵地看着。呵，真和谐呀！可是这是我家，这些就不和谐了。脱掉鞋子，踩上沙发，直接把那照片掀了，一个一个的用锤子砸得稀碎。他妈的，抢我老公，抢我妈，还想抢我房子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，去死吧！哪里都想挂，你怎么不挂在殡仪馆的墙上？还有你，许魏洲，屁本事没有，出轨倒是玩得溜。有本事你跟我离婚啊！想要我的房，还想要美人在怀，你想屁吃？还有你，罗女士，帮女婿打掩护，照顾小三月子，帮他们抢亲生女儿的房子，甚至为了所谓的女婿，给活着的女儿设灵堂。你是老年痴呆，还是本来溜蠢？边砸边骂，用尽了我毕生骂人的词。周围的邻居听到声响，都围在门口看。物业大姐，麻烦叫保洁来收拾一下，谢谢。情绪控制的可以，或许是真的不在乎了，只是物业大姐还在发愣中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。哦，好的，叶婷婷，你这样咒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亲妈看着周围的邻居指指点点，直接朝我放狠话。呵，你也知道丢脸啊，你什么时候放过我？从许魏洲出轨开始，你就没放过我。本以为我能好好休息几天，没想到我妈一纸诉状把我告了。看着手里的法院传票，我突然开始怀疑，她到底是不是我的亲妈？做亲子鉴定来不及了，只能找爸爸了解情况了。当初因为是他出轨，导致我后来也不想见他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第一次主动去他住的地方找他。还好他还是住在当年的小房子里，看着满院子的蔬菜，他的生活应该很舒适吧。只是看到头发花白、佝偻着背、提着水桶艰难浇水的他，我还是泛了泪花。或许是因为母亲的叛变，让我开始渴望父爱。看着家里只有他一人的物品，我忍不住问起来，当初没结婚呢，怎么没和他要个孩子？父亲被我问得一愣，忽然又释然一笑。我就说，这么多年你都不来看我，原来是你妈说了什么呀？听到爸爸的话，我不禁好奇起来，他们离婚不是因为他出轨，怕是你妈跟你说我出轨了，他才跟我离婚的吧？呵，原来他从小就在骗我了。那是什么原因？爸爸递给我一杯热水后，坐下来慢慢回忆着。你妈一直都看不起我，认为我穷，配不上他。哎，你爸我呀，偏偏又喜欢他。他再怎么闹，我也没提过离婚。后来结婚了很久，他没有怀上，我们就一起去检查，最后发现是我有问题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怀上了。我们就去孤儿院领养了你。本以为生活会越来越好，没想到你妈出轨了，还生下了一个孩子。我本想把房子给她，想着她一个女人不容易，但是当初那个男的承诺他会给她买房，她也就没要。至于为什么把你要走了，我想当时他还是真的爱你。我似乎能想通一些了，原来不是亲生女儿，怪不得他连咒我死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。只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会对罗诗琪这么包容这么好。直到听见他和罗诗琪的对话，我才明白。妈，你说叶婷婷会不会给你钱啊？怎么不会？那是她欠你的，要不是她，你就会一直在我身边，对吧？乖孙。打开和许魏洲的新房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他们几人的合影。原来他们不止打印了一份呢，只是他们都没想到我会来这里，看到我都停止了谈话。现在终于能解释为什么妈妈要这么对我了，因为我不是她亲生的，罗诗琪才是啊。说呀，怎么不继续说了？正好我也坐着听听。没有理会他们惊讶的目光，拉了一张椅子就坐下，并且期待地看着他们。妈，你说我欠罗诗琪什么了？她现在住在我家，用我的男人，
我的妈，还说我欠他的。我没懂你们这种强盗逻辑。最先反应过来的是罗诗琪，怎么是住你家用你男人了？这是我老公的家，许魏洲是我的老公，妈也是我亲妈。看来你也没什么本事嘛。这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许魏洲没和你说。看着罗诗琪惊讶的表情，我又补充道：还有，许魏洲还没和我离婚，你还是臭名昭著的小三哟。我不痛恨小三，归根究底还是男人管不住自己的第三条腿。但是我痛恨知三当三，还要来挑衅原配的小三。罗诗琪就是后者。我以为我是去示威的，没想到妈妈接下来却让我丢尽脸面。叶婷婷，你嘴巴怎么那么脏？我从小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妈妈听着我对罗诗琪，气冲冲地上前给了我一巴掌。虽然她对我说不上很好，但是确实没有打过我。捂着微微发烫的脸庞，最后的母女情分也让她打散了。本想着她毕竟养育了我，给她房子也算报了养育之恩吧。哈哈，教我？你从小不就是灌输我爸爸出轨了，让我不要去看他吗？你教了我什么？听到我的反问，妈妈一脸煞白。你去找过他了？我没有理会他，别过头狠狠盯着罗诗琪。怪不得你要当小三，原来是遗传呢。你妈就是小三。听着我的话，妈妈又想给我一巴掌，不过被我拦住了。刚刚那一巴掌是还你的养育之恩，这一巴掌你不配打下来。好，那你就等着上法庭啊，把这些年养你的钱都还给我。看着气急败坏的妈妈，我反而释然了，原来这就是她的真面目啊。许魏洲，你要是想继续住在这里，现在就跟我去登记离婚，登记得很顺利。许魏洲他没房，为了能继续住，只能跟我离婚。不过到底能不能继续住，以后可不是我和他说了算。冷静期一到，我就立马叫许魏洲去领了离婚证，只有把他攥在手里，我心里才踏实。呵，还笑呢？今天还要去开庭，到时候看你还能不能笑出来。没有理会许魏洲的冷嘲热讽，我也没有请律师。该我的责任我不会逃，但是不该我的休想甩在我身上。所以当对面律师让我给100万的时候，我拒绝了。叶婷婷，你自己算算，这么多年吃我的喝我的，上学的费用怎么着也有80万了，再一下支付我20万养老钱，为什么不同意？看着气急败坏的妈妈，我拿出了爸爸的转账记录，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爸爸的备注，给叶婷婷的抚养费，给叶婷婷的生活费，给叶婷婷的报名费用，给叶婷婷的大学生活费。我算了一下，爸爸总共赚了78万。请问罗女士，你出的那部分在哪儿？妈妈被我问得开不了口。罗诗琪在旁边帮忙。那妈妈养你这些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给20万养老费没问题吧？是没问题，该给的我都给。看着我松口，对面3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可是法律规定了，要他在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困难的时候给予赡养费。但是你看他穿金戴银，还给你当保姆照顾孩子，怕是你要付他保姆费哟。我的话又让3人眉头紧皱起来。她是我亲妈，凭什么给？不知道罗诗琪的话会不会让妈妈心里膈应，不过也跟我没关系。最后我不用付罗女士任何费用，倒是他们得想想该怎么生活了。我把房子抵押给借贷公司了，虽然亏点，但总比他们霸占着不让我卖好。后续是从业主群看到的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的房子，凭什么赶我们走？罗诗琪气急败坏地想拦住收房的人，但是看着那些快把衣服挤爆的肌肉，还是收回了手，只靠语言攻击。可是并没有人理会他，他们有房产证，怎么会怕他呢？
许魏洲只能灰溜溜地收拾好自己的行李，拖家带口地离去。当然，我的手机免不了他的轰炸。叶婷婷，你到底欠了多少钱，把房子都抵押了？听着许魏洲的怒吼声，我似乎享受到了报仇的快感。欠了500万，卖了2套房，都还差100万，要不你再借我点？回答我的是挂断的嘟嘟声。只是没想到，许魏洲又让妈妈来探我的虚实。婷婷，妈妈没有住的地方，可以去你那儿住吗？她不会以为我还和以前一样烂好人吧？谁那么蠢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呢？妈呀，我的房子都卖了，还贷款了，现在还有100多万呢。之前不是给你买了很多金银首饰吗？要不当掉帮帮我？回答我的是许久的寂静。那个婷婷啊，不是我不想帮，实在是没办法。诗琪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呢。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等我回拨过去时，他已经把我加进黑名单了。真好，我满意的收拾好行李去赎罪了。在听到他们的消息时，我正在爸爸的小院和他争执。爸爸，这个茄子已经施过肥了，你别再浇了。胡说，你肯定记错了。看着爸爸胡搅蛮缠的样子，我感到幸福的不行。好，你记得最清楚，那就继续浇吧。那不行，已经浇过了。看着可爱又倔强的小老头，幸好还来得及，可以让他安享晚年。如果没有他人打扰的话，婷婷，救救我们吧！此时，妈妈抱着一个半岁的孩子推门而入，打扰了我和爸爸的幸福时光。从他的表述中得知，许魏洲和罗诗琪在1个月前跟他说出去找工作，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他没办法才找上我们，只是半年没见，他已经变得干瘪单薄，不过不值得我同情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你看，我都只能住爸爸家了，我还欠100多万呢。看着妈妈不停地看爸爸，我又补充道：妈妈，待会儿阿姨回来看见你会不高兴的。每个月给你800块，这是我给你的养老钱，其他的我也拿不出来了。妈妈叹了口气，拿着钱走了。你又骗他，他的路是自己选的，我可以给他赡养费，但是那个孩子我没有义务。我的小老头还是一如既往的心地善良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